你对一个地方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你自己看见的，是别人替你估出来的。在你踏进任何一个系统之前，一个公司、一个圈子、一户人家，总有人先递给你一张估价单。它不叫估价单，它叫介绍，叫简介，叫你先了解一下情况。但画这张图的人选择先说什么，略去什么，用什么语气说，已经在替你标价了。你以为走进去之后会自己判断，但你的基准线在接过那张图的瞬间就被校准过了。曹雪芹让我们进入贾府的方式不是推开大门，是坐在一间酒馆里，听一个古董贩子给这户人家出了一份鉴定报告。第二回上半段，贾雨村罢官之后四处游历，在一间酒馆偶遇旧识冷子兴。冷子兴用一壶酒的时间，将宁荣二府的谱系、人事、兴衰征兆从头到尾铺陈。贾雨村坐在对面听，偶尔追问细节，叙事权在冷子兴手里，但听的人心里在打另一副算盘。冷子兴，书里对他的身份交代不超过2行。古董商人，周瑞家的女婿。周瑞是王夫人的陪房，荣国府里管外事的老仆。他通过这层姻亲关系间接触及贾府内部信息，不是核心圈的人，但有门路知道核心圈的事。他的职业是全部线索。古董商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估价，看一件器物，判断它处于巅峰期还是走下坡，判断市价与实际品质之间有多大距离，判断行家看出什么，外行还在看什么。他说，宁国府贾敬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愚者一概不在心上，族务全落到贾珍手中，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他说，荣国府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这句话的重心不在气象不同，在不似先年兴盛。每一句都是标价，语气平淡，不带恶意，不带唏嘘，是一个常年看着好东西从鼎盛走向贬值的人在做最熟悉的事。他姓冷，子兴，兴是他整段话里一直在丈量其反面的那个字。他在算的不是这个家有多辉煌，是他离不兴还有多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像古董商对着一只釉面已经开片的瓷瓶下了4个字的鉴定结论。对面的贾雨村不是被动的听众，他此刻的身份，被革职的前知府因贪苦之弊和恃才无赏免了官，正在各处游历，名义上寻幽访胜，实际上寻找复出的跳板。他需要一个有势力的靠山把自己重新托起来。冷子兴在给贾府估价，贾雨村坐在对面，做的是另一种估值。这个家族的剩余能量够不够用来兑换我的前程？后来的事证实了判断。他通过林如海的引荐搭上贾政，官复原职，起复金陵应天府。第二回酒馆里冷子兴的每一句话对他来说都是投资标的的基本面分析。冷子兴估的是贾府值多少，贾雨村估的是贾府对自己值多少。同一壶酒，同一份信息，两种完全不同的饥饿。而曹雪芹把读者安排在了这张桌子的第3把椅子上，你也在听，你也在形成判断，你也在估，只是你估的不是权力价值，是叙事价值。这些人名，这些关系，这些裂缝后面会长成什么样的故事？3层估价同时发生，冷子兴估贾府的命，贾雨村估贾府的用，曹雪芹估你。他在看他给出的这些信息够不够让你继续往下翻。冷子兴的讲述是转述，他不是贾府的人，他讲的一切都隔了一层道听途说、姻亲转达。饭桌上的碎片，曹雪芹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让我们进入贾府。1回之后他确实这样做了，第3回让黛玉亲身踏入荣国府大门，跟着他的眼睛看到台匾、照壁、丫头、老嬷嬷、凤姐的笑声，那是第一手的带体温的沉浸式的叙述。那为什么先要这一层冷的隔了一手的？因为2手叙述有一种第1手叙述做不到的是压缩。冷子兴可以用一句话把一个人的全部人生标完价收起来。郑老爹的长子名唤贾珠，14岁进学，不到20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贾珠，贾政最寄厚望的长子，14岁进学，在清代科举体系里，这个年龄意味着极其出色的天赋。府学入学通常在15岁以上，然后娶妻生子死了，3个逗号之间的距离是他全部的命。这不是粗糙，是精确的暴力。在估价者的嘴里，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被压缩到一口气之间。贾珠留下的妻子李纨后来在大观园里沉默了几10年，但在冷子兴的估价单上，他只存在于娶了妻3个字的被动语态里，连名字都没给。估价的代价是被估之物失去了全部细节，这是概括权的暴力。谁拥有概括你的权利，谁就可以把你的一生折叠成一个逗号。
剥掉谱系的表皮。冷子兴那段话的底层结构是一份错位诊断书。宁国府长房，家族正脉，当家者贾敬跑去道观炼丹不回来，族务落到贾珍手里，贾珍无人约束，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长房不承担长房的功能。荣国府贾赦袭了爵位，一等将军，世袭帝将，每一代降一级，但贾母不与他同住，住在二房贾政那一边，管家实权在王夫人和王熙凤手中，袭爵者不掌权，掌权者不袭爵。贾政的官职值得单独标注：工部员外郎，从五品，皇上应许先臣额外赐的，不是正经科举走出来的。他一生最深的信仰是读书仕进，但他自己入仕的方式恰恰绕过了科举正途。这个裂缝后来变成了他对宝玉全部暴怒的心理地基，他越是自己走不通那条路，越不能容忍儿子连走的意愿都没有。冷子兴一壶酒画完的不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家族树，是一张每根枝干都在往错误方向生长的图。该袭爵的没实权，该管事的不管事，该读书的靠恩荫，该继承的早死了。这不是介绍，是折价报告。到第二回结束，读者仍然没有见到贾府的一砖一瓦。第一回是神话层和甄家兴亡，第二回是酒馆里的转述。真正跨入荣国府门槛要等第三回。黛玉的轿子停在角门前，她被人搀着走进去，2整回的延迟。这不是慢，这是施工顺序。第一回是地基，世界由什么构成；第二回是测绘图，这个家族的人在哪里，哪里有缝。2层铺完，第三回黛玉进去的时候，你不会被几十个人名淹没，因为冷子兴已经替你画过坐标了。但延迟还暗含另一层意思。贾府在这本书里的第一次亮相，不是以自己的面目亮相，是以被人在酒桌上议论的面目亮相。被一个外人用估价的语气评头论足，一个大家族走到被人在饭桌上当谈资来估的这一步，不管门面还有多大，冷字已经落在他头上了。冷子兴那段话有一处明显的语气变化，前面讲贾珠、贾琏、贾赦、贾珍，他的口吻是平稳的，报表式的，一个人一句话，估完收起来，翻下一页。但讲到宝玉时，他停了一下，他说：“说来又奇。”从奇这个字开始，估价系统出了故障。咸鱼而生，抓周只取脂粉钗环，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冷子兴复述这些的时候，已经不是在标价了，他找不到对应的格子。这个孩子落不进他任何一个现成的判断框架里，不是纨绔，不是神童，不是败家子，不是继承人。估价者的语言在这里失灵了。而这恰恰是曹雪芹用整个第二回上半段精心搭建估价框架的原因，不是为了估出贾府值多少，是为了在估价系统运行到最顺畅的时候，推出那个让系统崩溃的点。冷子兴估了所有人，估到宝玉的时候，他的尺子不够用了。从一间无名酒馆、一壶浊酒、一张古董贩子出具的鉴定报告里，《红楼梦》完成了它的第二层建筑。第一回建的是本体论，第二回建的是测绘学。但这层测绘的真正功能不是让你了解贾府的基本情况，而是先给你一套估价的尺度，再在最后推出一个无法被丈量的人。所有能被一句话压缩的命运铺满了前景，然后出现了一个压缩不了的，整个系统因他而失效。冷子兴说完这个孩子的时候，对面的贾雨村放下酒杯，忽然来了兴致，不是为了那个孩子，是为了那块玉背后可能意味着的家族气运。他开始发表议论，他用了一个词：正邪两副。一个投机者在酒桌上替一个他从未谋面的孩子写了一份存在主义辩护书。